中国历史上有谁一次性打过2个残疾？方案都给你们想好了。哎，你哪怕把我直接拉到直播间去卖货都可以，对吧？你得让我卖货，我不卖货，我就要开始卖惨啊！那个上海人来之后问我说：“哎，小孩，你们这里的厕所在哪里呀？”我说：“男的这座山，女的这座。”我家里面爷爷，我说：“爷爷，当初我们民族从青藏高原一路向南迁移到哀牢山区的时候，中间要路过大理、丽江，为什么不停下来啊？” Hello， 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海宇。说实话，朋友们，现在我的稿子是什么，我已经完全忘记了。我今天的表演主题只有几个字：关爱残疾人。太难了，朋友们。我走上这个通道，我第一次为我身体的健全而感到。你告诉我怎么打？中国历史上有谁一次性打过2个残疾人？只有我打了2个残疾人，都不一定会上热搜。我刚才在那儿待了20分钟，我在想，我有什么地方可以残疾一下？所有朋友往我这儿看，我的牙掉了一颗，你们觉得算吗？不是刚才打掉的，真的是前几天才掉的。所以接下来我的表演如果没有接住这段线挂，请大家不要怪我，因为我的技巧老掉牙了，不好意思。谢谢大家给我的热情，我们现在可以听正常人讲脱口秀了吗？可以，对不对？谢谢大家，我叫海宇，开始我的表演。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来自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大家听过这个地方吗？感谢大家，因为跟人介绍家乡会很困难，基本上大家听到就会问，甘孜州是那个明星丁真那个甘孜州吗？我说对。他说那你把他的微信推给我一下。丁真对大家来说可能算明星，算网红，但他对我们这种小山区、藏区，他是我们的图腾。因为没有哪个明星比他走红的更简单了。传闻中，就出去买了2桶泡面。被拍了几张照片发出去，网上所有人网友炸了，说这个笑容太纯真了，他就火了。他火了之后，我身边所有藏族哥们儿疯了，说他有老子纯真吗？他懂微笑吗？他们觉得丁真走红的所有过程有一件事情格外的重要。买泡面。你就说纯真不纯真？那段时间他们天天出门买泡面。我们县城超市老板出门买泡面。但凡看到大街上有游客拿着手机照相机在那拍，他们就开始表演纯真。师傅，拿2桶那什么师傅。也能够理解为什么大家会喜欢他，因为他很多时候接受采访会说藏语。我真的觉得不管你这个人啊品性如何，你只要会说几句藏语，你给人的气质就会不一样。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所有的电视剧都被翻译成了藏语版，然后这个电视剧就没办法再看下去了。你们有没有看过藏语版的《古惑仔》？发生在香港的甘孜故事。山鸡哥哥说：“老今天卸你一条腿。”扎西德勒。
你就说虔不虔诚。你听完感觉整个铜锣湾真的很需要你这一条腿。如果那个时候跟他们两个比赛，我早就捐出去了。《还珠格格》也是藏语版，多少人的青春，《还珠格格》说藏语，一个汉族人扮演的满族人在说藏语。我只接受容嬷嬷说这4个字，因为这样对紫薇可以好一点。你扎他一针，扎西德勒；再扎一针，扎西德勒。紫薇说：“哦，扎死得了，别扎了，太快了，别扎了，别扎了。”后面我就来到大城市，真的朋友们，我感受了大城市的生活。但是我有一个最大的感触是，我觉得像我这样在藏区长大的孩子，其实我们不太适合做单口喜剧，因为我们有点太快乐了。我也是来了大城市才知道什么是原生家庭。我们那边真的没有，我们原生态家庭。我当时有一个同桌，他高考前的数学模考考了137分，他跟我说他回家会被他的爸妈打死，原话打死。理由是他上次考了140分，退步了。我真不理解，我当时的心态就是那种非常传统的篮球教练。我想这3分有那么重要吗？考好了会紧张这个事情，我作为一个高原上长大的孩子，朋友们，我真的不能理解。因为在我们那边，所有的情绪表达都很简单，都只有一个出口，我称它为“给黑黑”。大家都没有听过，没关系，我会在这里跟大家示范一下，但是你们不要害怕。好不好？我不会突然变异。很简单，就是说，不管我们的情绪是什么，我们小的时候面对草原，我们就会本能的吼出这么一声。吼完之后，不管什么情绪都可以立刻消解。真的，小的时候我们放牛的时候会给黑黑，把牛做成牦牛肉会给黑黑。牦牛肉卖不出去，给黑黑；丁真直播把它卖出去了，给黑黑。全民给黑黑。所以我来到大城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跟我在这边正好的朋友分享。他听完以后不开心，他跟我说：“我觉得你这样吼就没有边界感呀，你当着陌生人面你这样吼你就没有边界感呀。”我们那边连边界都没有。所以我们敢。我总结过我生活的很快乐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那边的父母就这么养我们，你懂吗？他们对孩子没有什么期待，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什么货色。高原上真的没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因为他知道这么多年生活在那儿，高原上不长这个东西，全都是牛和马。所以我也会有点割裂。因为牛马在我们老家真的是个褒义词，代表着自由、放纵、给黑黑。我觉得永远不会有一个藏区的牧民在放牛的时候，突然就看他们家的牛不顺眼，然后就开始骂他、抽他，说你今天为什么只吃了137根草啊？是不是最近没有认真上坡？你觉得你牛吗？你能不能学一下别人家的牛？早早的就去了某利某牛那种大厂。再不认真吃草，我跟你说，以后长大去当牛吹吹吧。所以吼出来真的很重要，朋友们。我在大城市待了很多年了，我身边大城市的朋友已经没有人有吼叫的能力了。你不学会吼叫，你在大城市待着，你就是会碰到障碍的。双向情感障碍、自恋型人格障碍、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大城市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障碍？
就这些东西在我们老家统称为想的太多，也就是不给黑黑。我真的觉得高原上长大的孩子很难得 ADHD， 因为我当年 ABCD 都学了7、8年。你在我们那待着不可能注意力缺陷的，因为你能看到的东西就那么多，你稍微一缺陷，牛就丢了。所以，更文明真的会更快乐吗？我觉得不一定。今天你们很早就准备了，坐大巴来到这里，其实本质上是一种追星。你们很累，但你们在看到你们想看到的那些人的时候，你们会瞬间回到我的老家。对，就是现在这种声音。就我们刚才的这个情感交互，只有我们老家才会出现的。所以我把给黑黑推广给你们，你回家自己吼就可以了。它有很多应用场景，对吧？你们下次出差的时候可以带上它。高铁、飞机你就揣着它。你真要休息，旁边一个小孩开始哭，所有乘客不敢说话，就你站起来看着他，哎，小孩。你又没有骂他，你也没打他，甚至这句话跟他的爸爸妈妈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所有乘客都会向你投来一个眼神。所以大家有空的时候休息，可以去我们那边玩一玩，对吧？你们可以在大街上随便吼，当然你们也可以带上相机。如果你们看到有人冲着你们笑，不要害怕，我们以为你们是星探。下一个丁甲要来了。我讲完了，朋友们，谢谢。我是黑巫师。没想到吧，这么快就回来了。我的魔杖也是买1送1的。羊蝎子。在上海是行不通的，除你羊蝎子。单人漫才。哎，开个玩笑哈。去年开始用上了这个盲杖，刚开始好奇试一下，后来发现哎挺好用的。有时候你判断不了这里是不是有个台阶，这么一扫就知道了。走路还变快了。用上之后呢，我都在外面行侠仗义好几回了，对吧？高铁站台上碰到那种抽烟的，我本来只需要探索面前的一小块，闻到烟味儿手就抽搐。边打边道歉，不光提升移动速度，还增加攻击范围。推荐。当然，你们要买的话，建议跟墨镜一块儿买。怎么了？我说的是魔杖，不信你们。眼睛好，也没见过什么世面，确实是。都，哎，算了，扔一边吧。3月份去了趟医院，做了个检查，因为听说有了个新药，专门针对青少年黄斑变性，我得去试一下。因为想保住我现在的视力，不让它再降下去的话，只有2个选择：一，去试新药；2，去世。开玩笑的，有时候也是一条路，去试新药，然后就去世了，是吧？我这个还是比较安全的，是吧？医生做了个检查，说看了半天，你好像不是这个病。我说耳朵也坏了。他说你可能是另一个基因突变导致的别的病。晴天霹雳，这么多年白瞎了。
讲完，我当时就眼前一黑，但我知道我眼前的黑已经不是以前的黑了。我爸妈也很错愕，说这么多年给孩子耽误了。我老婆赶紧豆包搜了一下，赶紧安慰他俩说：“没耽误，这个病也没得治。”我说我怎么能不是青少年黄斑变性？我做了个公众号就叫青少年黄斑变性，我做了7年了，对吧？我现在主要工作就是审核进群的资料，因为老有骗子想混进病友群，我就是个骗子。还防别人的，家贼难防。我还问人家，我说你确诊了吗？没确诊，赶紧去确诊，不然看我们这个纯浪费时间。我浪费了7年，一个盲人能有多少个7年？你现在告诉我不是个病，我该怎么办？我该如何自处？我要不要退群？退还不好退，我是群主。妇联选主席选了个男的出来。现在局面就非常尴尬，我是这个病全国最出名的患者，但我不是这个病。我上个月去南京演出啊，有个病友要来后台跟我合影，我让工作人员去带一下，我说我的前病友，他说人家病治好了，我说不是他病好了，是我病变了。他问我说变成啥了？我说我不知道，我现在不想研究这个病，我怕又研究早了。哇，吭哧吭哧作业一写完，本子一合上，别人的练习册。我对要把这个病治好已经没有任何的执念了，因为这么多年已经麻了。因为每年都有很多那种新闻，某某科技突破，盲人或重见光明，都看到过吧？或重见光明，或你就先别出来吹了，你等哪天定了你再说。你说嚯，重见光明了。主要是说的太笃定了，对吧？好像今天整一下，明天眼睛就复明了，明日复明日。90%都没什么后续了，就纯是那种公关稿博眼球。拿盲人博眼球，你要下地狱的。而且啊，写这种稿子那种媒体老师多少也是有点责任的，因为每年就集中那几天密集的报道。6月6号全国爱眼日，12月3号国际残疾人日，5月的第3个星期天全国助残日，一个都不知道，没有良心啊你们！当然也不能怪你们，你说不放假的节日，谁能记得住？设立的初衷是好的，我们关注一下弱势群体。现在完全变味儿了，就是你到那天转发一下，表示你关心弱势群体就好了。啊，平时你根本见不到这些报道，也见不到什么盲人都在家待着呢，都出不了门，对吧？就爱眼日被媒体老师拉出来，到处爱眼。没有什么实际的福利的，对吧？你给点真的实惠呢，啊，什么光棍节都能打折卖货，助残日为什么就不能？对不对？轮椅半价，盲杖3折，来，对啊，营销方案都给你们想好了，哎，你哪怕把我直接拉到直播间去卖货都可以。对吧？你得让我卖货，我不卖货，我就要开始卖惨了。啊，我卖起货来非常的真诚，那个话术啊，一听都不像演的。我的家人们，看看，来，新款的盲杖都需要啊，瞎不瞎的都能用得上啊。哎，瞎了的直接拍，没瞎的拍我们的墨镜套餐。今天限量500单，只要9块9，准备上。工作人员说：“黑灯老师看错了，是99。”我说：“我怎么可能看错呢？9块9，来上链接。”
不要消费残疾人，来残疾人这消费，朋友们。3月份查的嘛，然后等了2个多月，10天前拿到了那个基因报告。您猜怎么着？医生看走眼了，不是他以为的那个病，也不是青少年黄斑变性，是一个跟黄斑变性很像，但是更加稀有的另外一个病。我在我们4个病友群里面找了一下，跟我完全一模一样的，就1个人。这下好了，不用建群了，我俩加个微信就可以。所以本来今年不想来这个节目的，但是发生了这么大个事儿，我觉得有必要上来跟观众们再澄清一下，对吧？主要是想找到那个第3者，我可以让你当群主。我忘了说那个病叫什么名字了，是吧？我不确定我能说下来，太长了。这个病叫做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的 PROME 基因突变导致的视锥视杆细胞营养不良 CRD12 型 I want you。谢谢大家，拜拜。谢谢黑灯，喜欢黑灯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黑灯，只有你看不清，但从大家的欢呼声中，你应该知道，你触发了金牌挑战。哎呀，好精彩！黑灯，我是庞博，我在你右手边。哎，哦，这个是吧？是的，是的。好，差不多的。我指你不会觉得不礼貌吧？没有没有，因为你根本没指着我。其实去年黑灯说，可能以后不录节目中的脱口秀之后，我们还真有点遗憾的，因为不光是黑灯代表的这个题材和人群，黑灯本身就是一个很优秀的脱口秀演员和喜剧人。我觉得很高兴你能回来，但没想到是这么个原因。真的是精彩哦！之前只从那个视频里边啊，这卡段啊看的比较多，在现场看，哇，他好过瘾！你这说的太好了，乐得我眼泪都出来了。我，你真的应该出来，因为这个跟你题材没关系，我觉得跟你的才华有关系。我觉得你没有，我才华还在呢，线下巡演没有停啊。啊，那太好了。我们以前做过另外一个节目，是叫《忘不了餐厅》，是有关于一个针对阿尔兹海默老人的那一个故事。因为那个节目也让更多人关注到了这个群体，具体能到什么结果不知道，但是肯定会比以前好一点啊！我就觉得就非常好，是希望你不要停止，经常来，多来，一直来。对，谢谢。啊，你们不觉得我才长得像那个刻板印象中的于娜在吗？去年上节目之后，很多人认识我之后，会开始给我取一些莫名其妙的外号啊。之前有个人跟我说：“曾勇，你看看你，同样是来自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普通话不好，皮肤黝黑，然后开始叫我丁曾勇。”而且很多人知道我是来自一个非常神秘的山区，大家应该听说过叫哀牢山区。知道之后问我们民族为什么会生活在哀牢山区？其实我们民族啊是在很早的时候从青藏高原一路向南迁移到了哀牢山区生活，也就是说从一个条件艰苦的地方到了一个条件更艰苦的地方。但是我小时候很不理解呀，我就问我家里面的爷爷，我说爷爷，当初我们民族从青藏高原一路向南迁移到哀牢山区的时候，中间要路过大理、丽江，为什么不停下来啊？他说那个地方已经有人在了。我说有人在，我就打他们，我就打他们啊。他说我们就是被打进了哀牢山。但是我现在长大了之后回想了一下啊，我们老祖宗可能是遵从了现在非常流行的幸福者退让原则，我们是直接退到了山里啊。在我小的时候啊，我们这边山区很封闭，很少能吃得到外面的东西。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唯一能吃到的这个海鲜是玻璃海苔。哎，我仔细一看是波当海苔。但就是因为太封闭了，我们那时候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贫穷封闭。我们小时候大家过得幸幸福福、简简单单。直到我们村那里来了个外地人，我们问他你来干嘛的，他说他是来扶贫的，还是个上海人。
因为我们那里是上海长宁区来对口帮扶我们。我们那里当时有多落后呢？听说当时上海长宁区扶了我们20几年，把自己扶成了上海市 GDP 倒数。这个说法肯定是不对的，这样说有点夸张。但是他们的确20几年来的时候，他们要面临着很多问题，就比如说那时候我们的卫生条件很差，那个上海人来之后问我说：“哎，小孩，你们这里的厕所在哪里呀？”我说：“男的这座山，女的这座山。”还有个更困难的问题是我们那里的医疗条件很差，所以我们那边基本上生小病是去找那种帮我们做法事的法师看病，所以我们那里没有中医，没有西医，只有法医。所以他说要给我们建这个诊所嘛，建完诊所之后说要帮我们全村的老人跟孩子全身体检一遍，但是我们根本听不懂他们的话术呀。给我全身体检完之后说我没有问题，只是我是那个扁皮足。我说什么扁平足啊？我是哈尼族的嘛。对，但是刚开始诊所建起来的时候，也没有人去看病，因为那个法师会给我们宣传说，以后看病还是来找我，不要相信医院。我都帮你们看了30几年的病，我也收钱少。后来是怎么扭转这种局面的呢？直到有一天我们发现，那个给我们做法事的法师，居然在诊所里面打吊针。我们就问他说：“大爷，你怎么在里面啊？”大爷说：“因为我有医保呀。”看了这个封建迷信还得靠社会保障来治。而且他上海人来之后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东西让我们种，就比如那个咖啡。为什么呀？他们是不是觉得我们那儿做这种能提神的植物比较有经验啊？那扶贫是一批一批人的来的嘛，他们要走了，但是那时候我们那里的山路很烂很危险，是我们亲自把他送出了大山。也就是说，我们那边真正第一个走出大山的人是个上海人。走之后他还特别好说：“哎呀，真有你们那时候特别好，他特别好的跟我们说啊，你们这小孩太好了，把我送出大，明年你们还要什么上海的特产？有一批扶贫的人要来，我都让他们给你们带。”但是我们小时候根本不懂上海呀，我们说我们想要东方明珠。最过分的还是那个村长，他很天真，他不知道外面的世界，跟拉着那些人说啊，你们也太好了，但是能不能求你们把我们这里扶成像上海一样发达再走嘛？把人家吓得说，哦呦，不行不行，我们要先回去扶宝山区了啊。是我听错了呀，他们是说要去保富山区了。所以我是去年录节目的时候是第一次来到上海的，我是特别感谢上海的，还有特别是长宁区，我也用我自己的方式在报答上海，大家知道吗？今天我但凡来到上海，我不管住哪里，我都只点长宁区的外卖。去年科学家说在我们哀牢山区发现什么真心的巨型天牛，只有武侠小说里面才有的能起死回生的神仙草。大家发现没？他就是没有发现我们穷人。这些东西我们早就发现了，你早点发现我们，我早点告诉你们呀。谢谢有人早就发现了我，谢谢大家，我是曾勇。我的职业是一个律师，气质上不太像学法的，像是犯法的，但是真的非常喜欢法律。为了坚定学好法律的志向，在后背纹了个天平。我现在都不敢翘二郎腿，我怕随着脊柱侧弯呢，正义的天平会慢慢倾斜，你知道吗？其实东北人吃法律这碗饭不容易，因为我觉得世界上真的很难能有一种口音能像东北口音这样，什么威胁到司法的严肃性。其实大家不难看着我的家庭氛围挺轻松的，我爸是个警察，我妈是个法官。我小时候在家咋说呢？群众。我小时候闯祸，他俩直接走程序，我爸抓我妈判。但是小时候他俩揍我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太对劲儿。直到上了大学之后，学了诉讼法之后，发现他俩打的真不对，程序不对。
你知道，就按来说，他俩作为夫妻呀、在同一个案件中，我是可以申请一方回避的。小时候放假的时候，经常去我妈工作那个法院去写假期作业。写完作业之后，唯一的一个放松方式就是到楼下去旁听一些庭审。请问你们看过东北那边的庭审吗？你们真应该看一下，那不小品吗？操你这哪有意思？你知道吗？那种县城的基层法院，有的时候就是两边当事人都不请律师，你知道这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当事人听不懂法官的问题。你知道有一次那个法官坐在台上问被告有什么异议，被告说有教育意义。然后法官都懵了，法官说啥玩意儿教义啊？我是问你对原告提出的证据认不认可？被告说啊，那不认可。法官问哪里不认可？被告说心里不认可啊。家里人也希望我走法律这条道路。我高考的时候考到那个西南政法大学。嘿，谢谢。哎，读了4年的法学本科，然后后来又考研，然后考到了四川大学啊。感谢。然后其实刚才讲这些，就是想说，其实作为一个法学生，有几件事必须要做。我也一样，我花了1年的时间认真准备，然后高分通过了法考，又花了1年的时间认真实习，然后拿到律师执业资格。现在在我们律所里面也算一个还比较有口碑的脱口秀演员。其实我律师当成这样，我自己都挺失望的，因为很小时候对律师这个行业就特别向往，特别小的时候就已经拜读了这个行业最经典的那部巨作《何以笙箫默》。我解释一下，是那个钟汉良版本的，黄晓明那个。你知道吗？这部剧太让一个想当律师的孩子自卑了。何以琛太帅了，每看一次就感觉跟他之间的差距又多了1分，但是忍不住老想看。直到今年又看了一遍，说我是啊，那朋友，我终于承认我跟何以琛之间有本质上的差别。他是本科生，我是研究生啊。然后我当律师，我发现他的法律意识倒是变得越来越强了。经常咨询我各种各样的法律问题，朋友们我都不爱回答，那都是什么法律问题？那都是违法律问题。小偷偷小偷算偷吗？绑匪绑绑匪算绑吗？我有时候感觉他问了一副对联出来啊。但是我对我这帮兄弟们的感情太复杂了。虽然他们没有对我提供实质性的帮助，但是我觉得天底下可能只有我这帮兄弟真拿我这个律师当回事儿，特别以我为荣。得谁是我兄弟是个律师，有兄弟是个律师。但是有时候他们太拿我当回事儿，因为律师他就是了解法律、使用法律。但是在我兄弟眼里，我就是法律。你知道我刚拿证那天，我最好的兄弟说去唱歌庆祝一下。我们都到 KTV 门口了，然后他说我去买点酒。他刚走出来1步，然后突然回头说：“哎，律师啊，我问你个事儿啊，就是从法律角度上来讲，咱去 KTV 能不能自带酒水？”我们他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很震惊，他都自带好几年了。我说从法律角度来说可以带，毕竟消费者有选择商品和服务的自由。我觉得我回答的老帅了，结果我兄弟听完说：“这可是你说的。”过了一会儿之后，我兄弟非常坦荡的搬了1箱酒走进了那个 KTV。KTV 领班也懵了，还以为我兄弟是来送货的。所以那个领班问得很谨慎，他说：“哥，这里面是酒吗？”我兄弟也没想到自己会被问，他就看向我。他看我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那摇头，意思是你别看我。
结果我兄弟看完之后回头就跟那领班说：“哈，这里面不是酒。”哎呦我那么大4个字，勇闯天涯。那里面不是酒是什么呀？根号81呀，开开才是酒。领班说：“对不起，那个咱这儿不可以自带酒水。”我兄弟看着我，他说可以。他是个律师。这不，他说完这句话之后，我就从那个领班的眼神里读出了跟我心中一模一样的那个疑问，就是他是个律师，跟自带酒水有啥关系呢？我应该用啥关联词呢？哈，因为我是个律师，所以我自带酒水。嘿，虽然我是个律师，但是我自带酒水。与其说我是个律师，不如说可以自带酒水。我最后不得不让我跟我兄弟说：“我说你们先进去，别管了，这事儿交给我。”过了一会儿之后，我把那箱酒搬进了包间。我兄弟又激动又震惊，问我：“你是咋搞定的呀？”我说：“晓之以理，但是你记得下回还是偷摸带。”其实那天我给领班塞了200块钱，但是我最难受是那个领班收了钱之后，嬉皮笑脸的问我说：“你平时都这么干事儿？”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哎，瘦了点没？瘦了点没？哎，真的是瘦了一点，瘦了一点啊！关注我的朋友应该知道，我前段时间呢去做了个小手术，割了半个甲状腺，人呢也瘦了差不多20-30斤的样子了啊。不是说这半个甲状腺有20-30斤的意思啊。其实我自己感觉这个病还好，因为我从确诊到康复一共就2个月左右的时间，身上也没有因为这个病很痛啊什么的。但是这个事情啊，它传到我家族群里面已经乱套了，你知道吧？就那个营销号，他给我乱剪到我家族群里面，已经说我得了前列腺癌了。我现在农村里面那些老家的亲戚口口相传说我得了直男癌，但其实一开始我自己都不知道那个甲状腺长在哪里。我就问医生，我说甲状腺长在哪里啊？他说在你脖子里面。我说我脖子长在哪里啊？他说在你第2个下巴后面啊。我真的，我以前就是从来不会注意到甲状腺的问题嘛。我想检查出来呢，是因为我想减肥，因为去年这2年比赛比的还可以哈，有点混进娱乐圈了，你知道吗？当那个小明星嘛，现在哎呀。我就发现这个娱乐圈里面好多明星，他们都打减肥针。我觉得我是个小明星，我可以小打一下。那我一去检查，医生就说你这个打不了，你甲状腺有问题。我当时急得把他拉到旁边，我说什么问题不问题的，不要给我这个那个的哈，我诚心要打的。我多加点钱可以打吧？那个医生说你真打不了，你这个是甲状腺癌。我说癌。我当时直接在那个病房里面开始唱巴比龙，你知道吗？医生说你不要紧张，这就是一个情绪病，好多人都要得的。你做个手术，一刀割了就没了，你回去排队嘛，大半年左右应该就有床位了。我说大半年，我要是死了怎么办呢？他说目前根据这个医学应该是死不了哈，你要是死了的话，那医学应该有重大发现。其实我做手术最担心的是伤到我的声带，因为我们的那个喉返神经就贴着甲状腺长的，稍微做手术不注意就可能划到。做手术当天我半裸着被推进那个手术室，其实我还是蛮紧张的，一直躺在那个床上抖。那个医生一看我很紧张，他就很想安抚我，他就开始围着我看。他说：“哎，王悦的嘛。”哎呀，你是讲脱口秀那个王悦的吗？妈呀，你好好笑啊！我看了你好多 cut， 你放心，我今天绝对好好的给你 cut。我当
躺在那儿想，我说幸好老子好笑。你说要是换个不好笑的演员，那不是跟节目一样就快剪喽？手术做完你们也听得出来哈，我现在声带其实没有被影响到，全身上下没有什么别的变化，最多就是多了一条刀疤而已。但是医生很专业，他直接把那个刀疤他开在我颈纹上，藏在我第2个下巴后面。我现在全身上下多了一条刀疤，但是我少了一条颈纹，你知道吧？但是其实我做完手术过后休养了2个月左右，这2个月我想通了好多事情。我以前真的不知道我是一个情绪很稳定的人，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得这个病。我后来想通了，就是因为我情绪太稳定了，太稳定了。你们想一想，那种原地有风他当场就能发出来的人，他会得癌症吗？他不会，他得到尊重，是吧？我以前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为了生存，我非常的内耗、非常圆滑的一个人。但我觉得一个圆滑的人不代表他没有棱角。他棱角全部都被包在里面，每天都在里面磨自己的甲状腺。我做完手术过后，真的可以说是性情大变，真的。以前还有半个甲状腺给我拦着，现在根本就拦不住了，真的。我甚至都在想，我说我得这个病到底该怪谁？怪全世界？每个人都动了手的，真的。我跟你们说，我首先就要怪那些打减肥针的明星。要不是他们，我查得出来我这个病吗？真的，我发疯了，乱怪，我不管了哈。这还要怪我那个原生家庭。我去年不是一直在节目上面讲了很多原生家庭的故事嘛？节目一播出，那个原生家庭像鬼一样撵上来追着我骂。具体是谁我就不说了哈，反正不是我妈妈啊。给我发消息，他说怎么生出你这样的东西啊？你录的什么烂节目？我要去起诉爱奇艺。他当时那个情绪比腾讯都激动，真的。我那天一落地，我心情很复杂，我还要把眼泪擦干了，补个全妆，嬉皮笑脸的，我着急去见周星驰，你知道吧？我们节目就是这样的，每年都会去拜访一下孤寡老人哈。就是、第2天，我就在朋友圈里面发了一张跟周星驰的合影，我原生家庭那边直接撤回一个律师函，转发我的朋友圈到他的朋友圈，文案配的是好东西啊，好东西。我都在想，我说爱奇艺，你没有周星驰，你早就完了，你都被讹上了。以后谁要是再说周星驰对这个节目一点帮助都没有啊，我就起诉谁哈！真的，我真的骂完家庭骂工作，那个工作更是给我重拳出击，真的。我到现在还有几场演出的钱没给我要回来，跟我说签了合同的，发过来我一看2版，1版没盖章，1版没签字，双管齐下，真的让我在拿不到钱这个事情上，妈呀，居然做了2手准备。我当时发给律师看，律师不是号哈，我当时发给律师看，律师说妈呀，完全不合法呀这个合同。我真的在想，我说我能有今天，全靠工作、家庭这些人背刺我，真的。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啊！以前我觉得我自己给所有人面子，所有人给了我什么东西啊？给我一颗瘤子。但我觉得那个手术很神奇，就是一刀开下去，我感觉我所有的棱角全部都翻出来了，我都开始共情吴京了，朋友们。我知道他经历了什么事情才会对着镜头说出那一句“我死过，你死过吗？”哎呀，我现在真的是啥也不在乎了，谁来都不好使了，你知道吧？随便，什么东西都随便，还比赛呢，这个得冠军，那个得冠军，老子得癌症了啊！朋友们，我建议你们每个人啊，不是建议你们每个人都去得甲状腺癌的意思啊，你们可以先假装得癌，真的太爽了，全世界都会为你们让路的，真的。我楼上有个邻居，天天大清早装修，直接在那个物业群里面艾特他，我说我得癌症了。我本来想着就是亲戚找我借钱，我直接给他回，我说不好意思啊，我得癌症了。我想着早点做手术，跟那个护士商量，我说能不能快点给我安排床位，我得癌症了。他说这一走廊都得癌症了啊。我去剪头发，那个托尼非要让我办卡，我说我得癌症了。他呜的一声把老子头发给老子推了。我那段时间真的看起来就像出家了，你知道吧？但那2个月根本就没办法出家门，所以我就在家里面写出了我的第2个个人专场——短发。我真的回想起以前，我觉得我一直都活得像一个蚌。你们见过蚌吗，朋友们？
就是那种很难想开的那个棒，什么脏东西、烂东西全部都藏在自己身体里面。但是我感觉我没有棒，因为棒可以把这些东西把它磨成一颗珍珠，但我磨出来了一颗肿瘤。我觉得我们所有人都不要做棒，我们都去做花甲。就是什么脏东西、烂东西来了，你就往外吐；脏东西一来，你就呸，你就给我吐，你知道吧？当花甲多好啊！当花甲至少能活到60嘛。花甲之年啊，真的，我今年真的也刚刚过了30岁的生日，我觉得我们大家都还有大把的时间要生活，真的。从今以后，我就当那种一粒沙子我都容不下的花甲。你们这些伤害我的人，你们都给老子滚吧！你们这些沙子，大沙子！谢谢大家，谢谢老师，谢谢。我是一个来自内蒙的3甲中医院的中医。真是中医啊！别问了啊，中医治不了脱发，别问了。有的也能治啊，当大夫压力特别大，是吧？你看我为什么劝人学医天打雷劈啊？你看我还不明白吗？对吧？你说我一个90后，但怎么这是排练过是怎么？怎么了？90年的，行吧？哎，没有人冒充90年的，那不像90后，也不是我的责任，对吧？你说我长得胖，那是我专门吃成这样的吗？不是，从小就胖，第一次看见镜子里面就有一个胖子。我减肥难是因为我这个基因啊和那些从小就瘦的人不一样，真我发现了，我跟那些从小就瘦的人没法交流。啊，我有一个朋友，哎呦，从小就瘦，哎呀，那瘦的呀，怎么形容呢？就是那贵宾站起来了，对，也留一个那个咸鱼那样那个贵宾头。对，我就是嫉妒，行吧？啊，他说话有时候我跟他没法交流。哇，前2天中午碰着他了，就随口打个招呼，我就哟，这不斌哥吗？啊，中午吃什么了？中午吃了吗？他说那话我都听不懂。啊，中午啊，我没吃，我忘了。这是人话吗？他吃饭能忘，这不有个闹钟呢吗？这是，我这辈子就没因为任何一件事儿耽误过任何一顿饭。吃饭就是我的正事儿，就连初恋跟我分手那天，哎呀，我就感觉天都塌了，我人都碎了，我瘫那儿就不能动了，我一直躺着，到中午12点自己就起来了。当时脑里头就一个想法，哎呀，赶紧让我死吧！哎呀，但绝不是饿死。所以我当时我就问他啊，要不你瘦呢？一顿不吃能忘了是吧？我这不行，我这记性太好，一顿不吃都不行，吃点就胖，多烦人。他下一句话更可恨，啊，你想瘦啊？那还不简单吗？你每顿吃7分饱不就行了？这就更不是人话了。什么叫7分饱啊？那叫3分饿呀。我还饿着呢，我就不明白这个7分饱是哪儿来的？那几分饱，难道不应该从饱的那一瞬间开始算吗？饱就是饱，饿就是饿，对吧？你比方说我活了36岁，你跑过来跟我说，你这叫活了7分死，讲理不讲理了是吧？所以当时我也质问他呀，我说我怎么7分饱？我坐秤上吃，我7分饱，我平时吃24分饱啊。他说他让我吃减脂餐，说人家配好了，吃完正好7分饱，我就买了一份还减脂餐，我打开一看就明白了，绝对减脂。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太开胃了。朋友们，的减脂餐就是3个凉菜拼的。啊，大拌菜、鸡胸肉、荞麦面、油醋汁、酸酸甜甜那么一拌，那吃完哪是7分饱啊？那10分的饿呀！你们知道吗？在我们内蒙，吃完这3样就必须要上肘子了。这一份减脂餐吃进去，我这身体马上就调整到迎接肘子的状态了。好家伙，这减脂餐主菜就是一沙拉，朋友们，那沙拉真的是人类的食物吗？那沙拉会不会是有毒啊？为什么我每次吃完沙拉肚子是鼓的，心是空的？我把我这辈子委屈事儿都想起来了。吃完我这减脂餐赶紧睡觉是吧？睡着不就不饿了吗？我趁那菜叶子在里头还有点支撑性，
我赶紧睡觉。哎呀，睡到后半夜，我就感觉我这个肚子里啊有一只手在找肘子啊！啊，我就感觉我的胃在拽我的食道，肘子呢？我都做噩梦啊，就一只手顺着食道往上爬呀，肘子。我又惊醒啊，起来赶紧外卖一碗猪脚饭啊，夸夸一吃，第二天长4斤啊，好减脂餐啊！天，7分饱啊，减脂餐。朋友们，你们如果没有体会过一只手在肚子里找肘子的感觉啊，你轻易不要过来跟我说怎么减肥。我跟你说，网上那些减肥小妙招啊，都是那些从小就瘦的人编出来的，我能看出来，那说的都是胡话。我研究好长时间减肥了，人就这么告诉我，直眉瞪眼告诉我，减肥最好的方法是带着饥饿感入睡。我为什么睡不着，你不知道吗？我不是让饿醒的吗？你让我带我就带呀，带着饥饿感入睡，你怎么不让我带着金牌直接晋级呢？我就感觉大部分人理解不了我对食物的感受，真的，我真发现了。前两天微博上看一热搜，哎呀，那热搜说我都没有想到有那么多人有那种想法，我真的理解不了。他居然说什么？他说可乐只有第一口最好喝。他说3块一罐可乐，第一口能值2块5，我就不明白了，那可乐哪口不好喝呀？我咋觉得每一口都那么好喝呢？而且我一般喝可乐也就2口。3块可乐，呱，就剩这么多了。那我确实第一口2块5。那是你容量限制了我的发挥。你要给我8升可乐，我口口2块5。谢谢大家。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叫喵喵。也是一个北大的学生，但是跟雪琴姐跟谢谢不一样，是靠踢足球体育特长考上的。这个身份就很割裂了。在北大踢足球这句话念起来有一种从夯到拉的感觉。大家很热情，很捧场，但是在同龄人眼里，小体育生的风评极差。我之前在网上刷到过一个帖子，他问体育生和边牧谁聪明。投票的结果是我们赢了。因为边牧不会点举报。但考上北大不一样，大家会误以为你学习很好。之前有那种教培机构找我说，让我给他们孩子做一堂高考经验分享。我说我吗？我咋分享啊？我往那一站，我说咱们各个学科就抓大放小啊，什么语数外物化生政史地，咱们就先放一放。不能误人子弟，赶紧去跟老师交涉。我说别搞，人家高考。他说2万，我说好。分享前给我发了张单子，是他们班同学的基本情况。我一看是他们当地最优秀的一批孩子，模拟考680，3模比我1模2模加起来都高。聊到文理分科，一个弟弟小手一举：“哥哥，你是哪科的状元？”哥哥是武状元。最后2万块钱没拿到，因为给他们分享知识点的时候，我说你们就多背背那些知识点啊，那些什么 cos 45度什么的。努力努力，不要做一个直垮子弟。就朋友们那件事之后，我会刻意的装一个高考状元，来弥补自己20年所缺失的学历崇拜。但朋友们，就我这张脸吧，它长得有点太体育了。就我云南老家高强度的紫外线，加上长期风吹日晒的训练，导致哥们儿看起来像一头沸羊羊。这外貌真是没有什么办法改变了，只能通过穿搭改变自己。想把自己打扮得非常的学院派，想把自己打扮成那种 hot nerd。朋友们，因为我从小就在体训队生活，我没有见过这些700多分的人。在我的刻板印象里，这些高考状元上课他就应该穿得跟领诺贝尔奖一样。哥们儿的第一堂文化课是穿着西装去上。
就是那种高定礼服金丝眼镜。走到班里，老师都迷糊，他说：“同学，我们一堂思想政治课，你为什么穿的这么小资呢？”同桌在旁边起哄：“哥们儿要 cos 资本家。”我说：“不，念 cosine 资本家。”关键朋友们，就这堂课下课之后，我立马就要去踢球，所以我那套衣服里还穿着自己的球衣。但那种高级衬衫吧，它有点太透了，就你球衣的细节能够透过衬衫看得一清二楚，完全没反应过来这个事儿。是回答完问题，老师鼓励我，他说：“感谢68号同学的精彩分享。”我今年大4了，朋友们，我今年大4了。我对北京的这个城市印象非常的一般，因为它有的东西那个物价实在是有点太超乎我的想象了。之前谈恋爱跟对象出去买花，挑了一捧。店员很不熟练的帮我包好了花，然后很熟练的拿出了收款码，跟我说：“先生你好，一共898。”不是，哎，各位，贵。头一次买花用上了花呗，贷款买花，花活不到我还款还完，就你分期没到头，花期到头了，分期到头了。花到头期了，我的素质我是可以逃单的。但我对象就在旁边看着我，当时那个画面对我这种有大男子主义的小男子汉有点太不友好了。那个店员拿着那个扫码枪，像一把真枪一样，就这么对着我。哎呦，我就只能哆哆嗦嗦的，又从自己的兜里掏出了手机，然后呢点开了自己的公交码。然后对扫码枪贴了上去。哎，朋友们，我当时就是在想啊，你们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咱们中国那么多人啊，就有那么一个人，他的付款码长得跟我的公交码一模一样？没有。还想挣扎一下，我在那跟那个店员我说：“你今天一定要给我个理由，你这花到底凭什么这么贵啊？”他说：“先生，是这样的，我们的花都是从美丽的彩云之南空运过来的。”我说：“哪里空运过来的？”哎，各位，全云南最不值钱的东西，就是花啊！有没有人管管？你一个东西从老家到北京的溢价那么严重，我以后买花带过去，那都算走私了。以后我过海关的时候，就是带着个斗笠，背着个背篓，反正你们刻板印象里云南人就是这种样子。然后过了那个海关，机器也不响，但是警犬突然开始狂吠，安检人员神色凝重，海洛因不康乃馨。围观群众一哄而上，一起把我摁在地上，打开背篓，大惊失色。哎呦，狡猾的云南人，竟然把鲜花藏在了饼里。我很不理解为什么现在北京的高端餐饮都标榜自己的食材是从云南空运过来的，什么云南黄牛、云南野菜、云南水果，站在北京的市中心我都迷糊。我说前2年不是走出大山了吗？哎，能理解吗，朋友们？就是我高考毕业的时候，面对云南满地的瓜果蔬菜，我说 OK， 你们很好，但我要去首都大城市追寻我的梦想。到了北京，勤工俭学，发愤图强，攒了一大笔钱，总算坐进了那个高级餐厅。来之前，哥们儿还在那演练的那个服务生走过来说 ：“May I help you, sir？” 我说：“哦 ，Could you give me a bottle of water？” 餐前水果一端上来，服务员说：“小伙子，这个水果是你云南老家呢？”讲完了，谢谢。非常开心见到大家，然后做个简单自我介绍，我叫多多，现在是在上海读研究生3年级。开学第一天我就感觉人与人之间的差距蛮大的。我同学问我哪里人，我说我是四川的。他说四川好呀，四川好。哎，我以后可以把我上海的房子卖了，去四川养老。人聊天怎么能这么恶心呢？他不说，我都不知道他在上海有房子。我也很难回答。我说：“哎呦，上海好啊，上海好。哎，我以后可以把我四川老家的房子卖了，去上海等死。”有的时候我也感觉有点自卑啊，我就很害怕他们问我平常喜欢干什么，因为我最喜欢的就是玩手机。
但你说自己喜欢玩手机，就好像说自己是个 loser 啊！我喜欢不思进取、自暴自弃，很羞耻，很难说出口。我都说我喜欢玩手机，玩手机啊！你要不自觉带过去啊！但其他人说他们的兴趣爱好就说得很自信。我喜欢潜水、爬山、野外露营，不太理解，又是野外又是下水又是上山，我总感觉这帮人没有进化完全。我们的老祖先就是一步一步花了漫长时间，从海洋到陆地，才从猿人进化成智人的。智人就应该玩智能手机啊！你让老祖先怎么想？老祖先一看，我去，怎么还在爬山呀？咱们有手机应该好好玩啊！咱老祖先当年没这个条件，你给他一个手机玩，他不知道玩得有多开心。每天窝在洞穴里刷 B 站，直接从猿人进化成2次元人。就我真的很难理解他们那些爱好所带来的快乐。爬山我觉得累，潜水我觉得贵啊。而且这些人出去玩就出去玩，经常发文配朋友圈说什么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我缺的是勇敢吗？我这个人最不缺的就是勇敢。我妈跟我说，你再玩手机眼睛就瞎了。我还玩，我也可以做到很勇敢啊！我也可以去潜水，让专业教练带着我1个小时700块钱，结束之后跟他说：“哎，我没钱。”你所以不是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啊，是有钱的人先享受世界。没有钱我都不能买我喜欢的手机。你别说享受世界了，我只能享受花呗12期免息。我都不理解，光有勇敢没有钱是怎么享受世界的？你是不是走到银行门口说：“哎，要不然我今天勇敢一把？”我感觉这个社会对玩手机充满偏见啊。什么学习不好手机玩多了，眼睛不好手机玩多了，睡眠不好手机玩多了，那咋了啊？这不是应该的吗？手机带给你这么多快乐，你受点伤害怎么了？你快乐都是有成本的啊！你像潜水，万一潜着一回头氧气瓶丢了，那不完了吗？啊，还得再买一个。就我觉得兴趣爱好是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的，但玩手机就好像这个鄙视链的最底端啊，玩安卓手机更底端。你像喝酒也会对身体有害，但你在上海这种城市，你说你喜欢喝酒，听起来就比喜欢玩手机更体面一点。我有个朋友特别喜欢标榜自己爱喝酒，我问他喝啤的还是白的，他说 low，从来不喝，他都喝高级的葡萄酒，因为喝多了不会头痛。哎，我说你为什么不直接喝水？我问他高级在哪里，他说他的葡萄是法国产的。我不知道他拽什么，我的苹果还是美国产的。哎呀，很多人喜欢喝酒，无非就是喜欢那种被酒精麻痹自己，慢慢忘记烦恼的感觉。玩手机也可以麻痹自己。我手机玩了6年都玩烂了，现在边充电边玩手机，手机都漏电。我觉得很奇怪啊，明明大家在玩手机，你很难光明正大的把它大大方方讲出来。没有人在自己工作简历、兴趣爱好那栏说喜欢玩手机的。都说喜欢看电影、听音乐、拍 vlog， 那不就是玩手机吗？你干嘛不能大大方方讲出来呢？啊，你对手机来说很不公平的。你手机帮过我们缓解过很多尴尬，有的时候在电梯里遇到一些半生不熟的人，你真的不知道说啥，你都低头玩手机。没有人说哇好尴尬呀，我要攀岩啊。我知道大家今天的手机都被没收了啊！你们以为是怕你们录音录像吗？啊，其实是怕这个思维导师点评太尴尬的时候，帮着你们。偷偷玩手机，偷偷玩手机。前段时间我有个朋友约我早上8点钟去市中心攀岩，
我根本不懂攀岩，我只在上学的时候翻过墙。他说攀岩不一样，攀岩有不同的线路、不同的难度。我说爬上去之后干嘛呢？他说跳下来。我说跳下来，然后呢？他说再爬上去。我说跳下来之后不应该去上网吗？我那天到了攀岩馆之后，我就看见我说我肯定爬不上去。我说咱能不能坐电梯啊？他说你相信我。他说攀岩是一种高级的快乐，是一种你经历重重困难，最后达到目的地会产生一种征服感。我说征服感。我为了来攀岩，我定了早上6点钟的闹钟，挤了1个半小时的早高峰地铁，换乘了3次，有不同的线路，不同的难度啊。我征服谁了啊？我征服了。我最后还是跟着他爬了2个小时墙啊！结束之后，唯一的感觉就是累得想死。我为了缓过来，在床上玩了2天手机。我今天已经讲了5、6分钟了啊！我想去玩手机了，拜拜，拜拜。大家好，有的朋友认识，有的朋友不认识。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咸鱼，来自河北衡水，在上海打工。一个穷孩子生活在有钱人的城市，还只能用精神对抗物质。我就走着演，咱们两边都看一下，好不好？我怕咱们这个看不全，回头你们互相拼一下。来参加比赛，我很直接，我想挣钱，我想挣钱，我没有钱，我的钱都买吃的了。我记了2个月账，恩格尔系数85，焦虑。人这2年特别容易为钱焦虑，是不是朋友们？焦虑。你说人穷可以开心，但人穷还爱刷短视频，你就不能开心，因为这2年特别容易在各个短视频平台刷到那种假扮经济学家散播经济焦虑。你刷到他的视频有一个特点，就是你没有调节，但好像手机音量自动就变大了。存钱，马上给我存钱！哎呦，你说，你想说就说，你喊什么呀？他就给你解释，他说因为今年虽然已经是过去10年经济最差的一年，但却即将是未来10年经济最好的一年。你看完，你这个难受，你都不是焦虑了，绝望，还存钱，我都不想存活了。但这就是短视频平台的好处，你焦虑不了太久。你刚刷完经济焦虑的没一会儿，又刷到一个刺激消费的，还是刚才那老头，哎，连衣服都没换，一样的套路，突然的大叫花钱，马上花钱，因为未来10年全球经济下行，通货膨胀，货币贬值，所以你现在花的越多，等于给未来省的越多，你省的越多，等于花的越少，你花的越多，就是花的越少。看完我悟了，我还焦虑个啥呀？我消费吧。朋友们，你想，消费就是储蓄，借贷就是理财呀，浪费就是节约呀，淘汰就是晋级呀！再见。还不让走，你看这个，导演没学过经济学啊，然后，那我没办法，只能接着讲了，朋友们，我存不了钱，我焦虑，我的消费观太坏了，我的消费观就是8个字：有钱花钱，没钱花呗，你能明白吗？我喜欢超前消费，花呗用完就用信用卡，坏习惯。这2年意识到了，原来没意识到。当然了，
养成这个坏习惯，我不怪什么社会资本，全怪我们大学宿舍长。我们大学宿舍长是花呗推销员，资本的爪牙。认识他那年，你想我才18，给我们洗脑，让我们开花呗。哎呦，就人家那个洗脑话术之厉害啊！不是我危言耸听，今天我说完，在座所有人开通花呗。也就是你手机收起来了，要不你手机听完自动开通花呗，就这么厉害。你们4个就倒霉了，不好意思。我们说了啊，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都在午睡。他走进宿舍，说：“来，同学们，开会。我先问大家，咱们宿舍都是大学生，对不对？生活费都不够花，对不对？有白捡的钱，你要不要？”我说我要，他说都有花呗这个钱，就是白捡的。我反驳他，我说不是，我看了花呗写的跟信用卡一样，是借的，得还。他说花呗这个钱就是白捡的。我告诉你为什么，朋友们，我不是故意吓唬你啊，朋友们，我就是故意吓唬你啊，朋友们，因为已经凌晨1点了，朋友们。你要打起精神来，朋友们，打起精神来，朋友们，没错，因为我接下来要正式复述我们大学宿舍长说的话。谁要是在座的各位，你意志力稍微薄弱一点，容易听进去。你看，我就听进去了，我意志力。你都别说我意志力，他说完以后，我这几年智力都有点薄弱。接下来我告诉大家，花呗这个钱为什么是白捡的。首先，咸鱼我就反驳否认你一点，花呗跟你说那个信用卡不一样，花呗不上征信，那会儿不上，现在上了，别用啊，给我打电话了，好吧？别用啊。其次呢，你按时还，没有利息。那基于以上2个条件，我希望现在座的各位都点开通，然后从下个月开始，你就按月借按月还，按月借按月还，完死之前那个月你别还，这钱就是你的了。听懂掌声。我直接就听懂了，我在宿舍嘎嘎鼓掌。现在那巴掌都打我脸上了，我现在还还着花呗呢。人生目标是死，你知道，人一旦用上花呗，你就必须独自面临很多孤独又尴尬的情况。特别这2年，钱不好挣，也不够花。我说实话，我现在每个月有10天，整个人就处于没有余额，只有马某对我的信任。马某，你们知道我在云什么吧？你明白啊？没有余额，只有马某对我的信任，干什么都用花呗支付，跟朋友吃饭特别尴尬，你兜里1分钱没有，但你得抢着结账，因为万一你朋友把账结完回来，突然找你要 AA， 你是 A 不出来这个钱的。哎呀，不说了，听懂官话。